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英。是不是觉得我有段时间没有更新了？对的，因为我最近在忙搬家。是的，又搬家了。是不是感觉刚看过我的 room tour， 怎么又搬家了呢？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之前那个房东。我觉得租房这件事情吧，还是比较靠眼缘，就是你得找一个跟你气场比较搭的房东，这样租起来才比较愉快。那之前那个房东呢，反正我就觉得他人品可能有点问题吧，然后我就觉得算了。那既然大家就是气场不合，租起来也不愉快，所以我就非常利索的就立刻开始看房，然后呢就看中了现在这一套，非常满意，还不错，而且房东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那种性格，就大大咧咧的，所以就很棒。但是呢，就导致我这个东西就非常的乱，然后后面这一块呢，只是你看到我家的一小块，就是被我收出来的可能比较整洁的唯一一块吧。然后客厅呢也先不给大家看了，因为到时候会有一个完整的 room tour。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想请意思生活来帮我改造一下我的衣帽间，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我的衣服和各种各样的包啊、首饰、鞋这种东西特别的多。其实之前那个家就没有完全放下，有一部分被收起来了，你们只是没有看到。然后今天这个家呢，就感觉空间比较大，所以我留了一个房间专门来当衣帽间，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房间现在的现状，好吧？是的，就是这样，跟个战场一样。我搬来以后呢，就只收了大概2、3个衣物的箱子，就是把一些主要我日常会穿的一些衣服已经拿出来了，分别放在我主卧，还有我书房那边有一个衣架放了一点，这2个衣架都已经基本上被我填满了，还剩下这么多，全都是衣服，所以到时候就要考验一下艾玛小姐姐能不能够妙手神工的把这个房间改造成一个能够把所有东西都装下的衣帽间。期待一下吧。石英衣帽间，我来了。本月10号抵达深圳的 CA868航班已经报告阳性病例38例，确诊30例。目前深圳机场全面提高了疫情防控级别，航站楼内所有商铺已经关闭。本来要去上海跟石英一起看改造前的房间，但是我人在广州，刚刚那个时候疫情就爆发了。我唔理，总之無論如何，隻綠色我唔想冇佢。但沒想到前段時間跨城搬家，往返了幾趟廣深，皇馬竟是我自己。核酸檢測、新冠疫苗一個都不能少，你們都打疫苗了嗎？緩和了半個月之後，終於順利到達上海啦！超级多粉丝希望我们分享衣帽间的设计，石英这次衣帽间的改造委托来得太及时啦！大家先跟我们一起来好好设计。这个次卧方方正正的，房门正对着窗户，这一个方形特别适合做成包围式的衣帽间，3面做衣柜，向阳这一边打造成梳妆区，怕晒到太阳的化妆品呢都收到抽屉里面，还有旁边的收纳架上。石英在衣帽间里面需要收纳的物品跟我们大多数女生都差不多，这个收纳规划大家可以参考起来哦。安装架子的时候，师傅发现所有的篮子配件都没有到货，另外还少了1根树杆。我们问到卖家，他才说厂家还在生产。那为什么不提前说呢？我们是1个半月前下的单，都还没有生产出来，看来是要先炼钢吧。他们的师傅听到也很懵，看来销量虽然第一，价格也不便宜，但是服务还没跟上。现在大家先看看80%完成的情况吧。全身镜我们选择这种可以挂在门后的，不占位置也不需要打孔。有氛围感的衣帽间怎么可以少了灯带呢？不过不像定制柜的内嵌灯带，这种衣帽架是没有灯带配件的，我们只能自己 DIY 一下了。建议大家直接买220伏的灯带。我来试一下这2个3M 的双面胶哪个更好用一些。先用3M 丙烯酸双面胶带粘一段，再用双面胶粘一段，对比一下。我觉得双面胶没有这个好。果然，第2天双面胶粘的这边就掉了，丙烯酸双面胶完胜。
梳妆台我们特意挑了这个大理石纹的款式，跟到处撞脸的网红北欧轻奢款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跟石英的气质非常搭呢？左边是短的，然后往右边，哇，这个好看了吧？我这个好好看啊！艾玛，请你专心工作。这个衣架还蛮好的，这里涩涩的，然后圆润的转角，白色又比较简洁。啊，这里有一个狗，性价比非常高，我好喜欢这个衣架，我自己也买一套。哇，这个皇上，啊，哎呀，这个好好看，虽然是登基的感觉，但是这个图案是小清新。这个我是19年百大时候颁奖穿的这件，对，但是它已经被我压得皱的不行，压箱底一直没穿过。后来这边的转角的位置最适合一些出镜率低的，然后放在下面，后面压箱底，对，压箱底，所以它就是 P 到立刻 P 一下，P 跟我是不搭，凉，就转过来，这个衣架是真的蛮不错的，它很重，对，它有分量，然后它这里都会不会滑来滑去，对，就不会被衣服压垮的那种感觉。这一边都是。过季的衣物都放在收纳箱里面，收纳箱都要贴好物品标签。衣帽架顶部我们选择的是无纺布的收纳箱，没有选择塑料箱的原因呢，就是布盒子放在高处会更安全一些，它也比较方便折叠收纳，另外它显得更有质感，更温馨一些。颜色不一致的衣架都尽量换走了，一致的颜色可以让房间看上去更整洁。衣帽间的灯光建议大家选4000K 左右的色温，这样才方便看清楚衣服真正的颜色。镜子的底座呢不是很稳，无痕双面胶又可以派上用场啦，这样就不再滑来滑去了。这次用到的是组合衣帽架，这种衣帽架跟定制柜比起来呢划算很多，定制柜需要2-3万的衣帽间，这一次才花了6300块就搞定啦。而且配件都可以自行调整位置，搬家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带走，也没那么担心甲醛的问题。Happens every summer. Things are moving slow. And time to unwind only gives me time to spend alone. And I can't help but wonder if anyone's in town. 大家好，我是石英，我就是这次改造的这个衣帽间的主人啦。对这一次的改造非常的满意。整体来说，我觉得它的设计非常合理，把每一个空间都考虑到，然后都利用起来了。我原本还是有一点担心，说会不会没有办法放下我所有的衣物，所以其实我之前还从旧房子那边搬了2个架子过来，但很顺利的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了，然后那2个架子完全没有用上，所以大大的点个赞。然后终于可以实现就是把所有的衣服塞进一个房间的这样的一个小目标了，因为以前就是衣服太多了嘛，总是分散在很多不同的角落，然后每次找起来非常麻烦，然后这次就都是一站式的，找什么都在这边，包括化妆品也在这边啊，所以所有跟变美相关的东西都在这间房间里边，就非常棒。我觉得性价比也特别高，因为我之前在北京装过一个衣帽间，当然那个是上墙那种柜子啦，但是大概是这个的5倍的价格，然后这次的话就是这个价格能装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点轻奢的风格，我就觉得非常的赞。我最喜欢的是汉服这个角落，因为特别的好看。Emma 还非常贴心的帮我把它用颜色排比了起来。我之前就是都没有那么的有耐心，然后这次一看就觉得哇，这
这样拍还真的是非常好看，赏心悦目。还有一些零碎的小东西，我后续自己收一下，但整体来说，我觉得完全达到甚至超出我的预期。因为我今年也算搬了3次家嘛 ，Emma 就说让我给一下搬家的小 tips 给到观众们。首先，我觉得搬家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分类分好，尤其是一些小的零碎物品，可能你们在收的时候一股脑就收进一个箱子里，然后不会去标它是什么，但是这样后续会给你造成非常大的麻烦。所以就是装好的每个箱子，你要把它里边每一种物品都标出来，包括像我这次收纳出很多盒子放在衣帽间上面，一些过界衣物，我不是会写那种很笼统的什么毛衣或者什么冬衣服之类的，我会写得很细因为盒子也够长嘛，你写细一点，这样你找起来的时候就会节省很多麻烦。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收一些易碎的，或者说是一些组装的，然后你又不想把它拆开的物品，用保鲜膜。保鲜膜绕紧，然后再来一圈泡泡，然后再用那个胶带包起来。这样的话，基本上我试过的至少这3次没有一件东西搬出来是碎掉过的。所以我觉得像什么乐高之类的，应该也可以这样搬。这就是我搬了3次家总结出来的一些小经验，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记得给我们点关注，3连，下次再见，拜拜。